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合约，这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一次暴击。美国会善罢甘休吗？要小心美国狗急跳墙啊！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3月10号的时候呢，经过我们中国长期和积极的斡旋，伊朗和沙特在北京呢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双方呢就同意恢复2016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并且呢争取最快在2个月之内重新互相开放大使馆。应该说这件事呢是对中东乃至世界的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是美国全球霸权体系开始松垮的一个迹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战略灾难的开始，这噩梦在后面等着他呢。这第一美国霸权的行为逻辑在中东和全球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它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乃至呢最后给你弄出一个战争出来。通常来说呢，你比如说它在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选择不同的代理人，针对欧洲呢是用英国，那前置亚太呢他就用日本，然后呢他去引爆这些热点。你比如说操作俄乌冲突，用乌克兰去消耗这个俄罗斯，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隔岸获得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乃至军事上的这个巨大利益，这就是美国在全球崛起利益的一些根本保证，这是它的核心利益。那你看现在在中东它核心矛盾之一，沙特和伊朗能够达成这个和解，美国它这种立足方式它就难了，这是对美国来了一次釜底抽薪是对美国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这个中东要是和平了，那美国你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呢？第二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对地区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你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带头老大都能达成和解了，那么其他国家呢，他们也就会调整他们相关的政策，而且呢这种影响会进一步的去扩散到政治、军事还有经济和能源等等很多的领域。这就意味着美国所构建出来这个霸权体系它有可能出现坍塌，这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安排出现了重大的转折。第三呢，沙特和伊朗的和解的这个影响力它会在世界范围之内扩散出去，并且它会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是直接的作用。你热点国家地区也都看到了，所以沙特跟伊朗这种几乎是势不两立的这个矛盾体，他们都能达成一种和解的话，那么热点地区的国家我就也看到了除了投靠美国，它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我们所主导的这种和解合作的这种模式，这种伦理获得安全和发展。那最直接的，沙特和伊朗这个和解对这个欧洲对俄乌冲突呢会产生影响，对我们在亚太地区可以看到美国挑起来的这种潜在危机的化解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都是在松动美国的霸权体系。很显然，你作为美国，他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以和平为宗旨的这种变化呢？这是对他所主导的霸权体系的一种冲击所以美国在这边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很难善罢甘休的，或许会采取这些极端的反制，甚至呢是狗急跳墙。首先我们要看，虽然说沙特和伊朗他们和解了，但是目前呢你只是一个开端，而现在的现实是沙特为龙头的海湾国家还有其他的中东国家呢还是要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至少安全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美国，在军事上还是被美国钳制着。这里边呢美国就有太大的这个操作空间了，甚至说它可以在弄一弄当地的这个恐怖活动，搞什么恐袭暗杀之类的从而制造这些矛盾出来，制造这些无法调解的这个矛盾出来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另外呢，我们要说美国这么多年在中东的经营，它有很深的脉络，也有很多的资源，你还有以色列这么一个盟友作为抓手，这都是美国可以用到的资源嘛，甚至说美国直接下场它都是有可能的。第三，我们说了美国的霸权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你比如说，它可以在俄乌这个冲突问题上，在我们亚太地区，甚至是在台海问题上，在朝鲜半岛危机上，它可能采取这种更加激进、更加恶劣的动作，这些可能都是有的。那么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最终能不能达成还需要谨慎的观察。